神尊，下雨了，你身子弱，淋雨对身体不好，快回去吧。本尊不是叫你不要跟我来，我要静一静。天雷何在？何在？启禀战神，天雷真君身体抱恙，已然闭关，托卑职向战神告假。准。谢战神。本尊已经查看你们这些年的功绩考评，6界太平，少有战事。你们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。我等惭愧。袁同卸任守将之职，由韩章顶替。开阳继续留在天宫练兵。紫光调回天宫，暂归开阳统领。空缺守将之职，由其副将顶替。方生，从天宫抽出1部天兵，搜查6界魔族余孽。诸将须各司其职，谁若怠慢，莫怪本尊军法不容。是。敢问战神，为何要将末将调回天宫？怎么，神尊将你调回天宫归本将统领，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？属下不敢。若无异议，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安置袁家。喂，在这发什么愣吗？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神尊破境之日，我来为他解开9神术的。这么快就到了？今日就到这儿吧。谨遵神尊之命，我等告退。医官来了。神尊，神尊，你伤得好利索了。好了，神尊给的丹药很好用，再加上日前神尊所赐的仙宝，小仙不但如数恢复仙力，还小有突破呢。好了就去干活，没活干吗？有。那小仙退下了。小仙来为神尊护法，请云峰上神殿外等候。你忙你的便是，当做我不存在。殿外风景也蛮不错的。冷是冷了点儿，不过好在面冷心热。上神，你在说什么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小仙的确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想请教上神。说来听听。小仙就想知道，像云峰上神和我家神尊这样的修为，是不是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别人是不能靠近你们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了。那连靠近都不行，自然也是亲不到的。
你说什么？莫非是自愿的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医官有劳了。神尊客气了，这寒疾可算是好了。好了大半，但神尊还是会比寻常仙者微冷。若遇战事，动用法力还需谨慎。本尊知道了。医官这便回去了。医官对我师兄费心费力，云峰感激不尽。倘若无事，去我殿中一叙可好？不必了。医官，医官。你干嘛？这是给神尊的。谁惹你了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那个圆筒？他来了。他敢来？他要来了，不早成了我混金丹的帐下鬼？这人家都没来，怎么就这么大气性？神尊要见他，命我去袁家换他。要我说，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还见他做什么？等我去他家，不把他家砸个稀巴烂！你把话传到便是，可别胡来。我看见他们袁家的人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咱们神尊还为了他受了雷刑，这口气不出，都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这你还不如不要去了呢。我不去，我不去谁去？要不你去？我？你去，就你去，就我去，你去。灵犀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哎呀，好灵犀，你就陪我去吧，行不行？我每次看到那圆筒，心里都凉飕飕的。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灵犀，你最好了，也凉。灵犀，你最好了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走走走。母亲，你这接连几日不眠不休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童儿，老身错了，不是母亲的错，都怪我。若是我早日……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老身累了，想休息了。下去吧。是。
去，你行。去，快去啊！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神尊找你去扶我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回来啦？林夕陪我去的。怎么都没精打采的？可是云腾说什么了？他欺负你们了？那这是怎么了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以后，我们怕是要躲着他些了。躲着他？凭什么呀？哦，他理亏在先，还了不得了？林夕，不是你的错。神尊，你在说什么？小仙听不懂。袁老夫人的死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又不是我入了魔，也不是我杀的他，是他们做错事。他们做错事，还不愿承认，还想推给别人，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跟我才没有关系呢。那你为何如此难过？袁老夫人把家族荣耀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如今家族荣耀不在，她便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也因为她这样的个性，才会教出袁征、袁同这两兄妹。得失心太重，才会被魔所惑，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缘起缘灭，皆因是他。命中注定，躲不掉的。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的事，
一定都会发生吧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是没有看到那天晚上那个情形，特别。云峰上神，上神，上神怎一人在此啊？这是怎么了？上神也会愁眉苦脸的，真少见啊。你们快来看看本座。看什么？仔细看看。上神是练功练差了，还是中毒了？看不出啊。认真看看。怎么样？认真点儿。本座这张脸是不是变老了？是不是美貌不在，英俊减半了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上神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整个天宫无人不知啊！对，是啊，本座在这里照了半日镜子，确实没有丝毫变化，依旧是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。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喜欢本座的。哎，上神，你说的是谁啊？还能有谁？青瑶衣冠。青瑶？是啊，青瑶衣冠啊。若不是本座的问题，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上神，会不会他只是不喜欢你这款的呢？不可能。本座知道了。什么？他一定是在故作矜持，欲擒故纵。他在压抑自己的想法。上神，你会不会对他有什么误会？不会的。你们几个呀，在情路上的历练还是太少了，你们不懂。看来本座是时候放大招了。上神，干嘛去啊？不是说了吗？要放大招。放大招？最近不要去药王洞，青瑶衣冠的心情不会好。放大招？走了。哦。快点！在这里。是啊，云峰上神。是云峰上神，你看啊，真的是云峰上神，是风采不凡，好帅啊！你们看呐，上神在做什么？哎，你看他过来了。云峰上神，他又在发什么浪？真是气宇轩昂，风采不凡呐！青瑶仙子，喜欢吗？
这世上任何你喜欢的东西，本座都可以给你。爱下的恨，只输给深爱的人。请神尊用茶。神尊，小仙有一事请教你。就是这个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用啊？怎么总是天恒神砂一个样子？我怎么把它取下来啊？天恒神砂乃是南极仙翁之重宝，为何会在你手上？我上次去南极仙州为神尊恢复战报，结果无意间落入一个山腹之内，我在那里发现了水月鼎。我用水月鼎恢复完战报后，它就自行套在我手上了。南极仙翁可知此物在你手中？不知。我不想要的，我试了很多法子，怎么取都取不下来。看来天恒神砂已然认你为主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不会用啊。天恒神砂乃是天生天养的无主之物，可毕竟仙翁苦守多年，你不问自取，终究是不妥。虽然神器自行认主，但理应还是要知会仙翁一声。还要再去一次啊？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很凶的上仙，我不敢去。本尊陪你去。真的吗？见过神尊，灵犀仙子。驾云走吧。神尊，小仙的仙力恢复的还不算太好，你可不可以带着小仙一起驾云啊？你之前不是说过自己仙力恢复的差不多，而且还小有突破吗？有吗？你不是丹鸟吗？你自己飞啊！敢问仙友来自何方？来我南极仙州，所谓何事啊？天宫九臣前来拜访南极仙翁。小仙眼拙，竟未认出战神，还望战神勿怪。无妨。仙翁可在南岳？家师的确在南岳，不过不巧的是，家师已与大师兄一同闭关了。这至于什么时候出关，却未曾提及。啊，家师早料到神尊会有此一行，特意为神尊留了话。洗耳恭听。万事万物
因缘际会，顺其自然，无需自扰。看来是本尊着相了，不如仙翁洒脱。先转告仙翁，本尊定会物尽其用，不让众宝蒙尘。秦元，自众号将你送至为师这里起，自然而然的，你就绝了尘缘，并且为师有言在先，既入南岳，自此你就与他再无干系。师父之命，弟子不敢不从。但义父对弟子有养育之情，若非义父，秦远早已横死凡尘，又何来弟子今日？若是为师，非要你留下来不可呢？望师父成全。师父为你算过了，若离开南岳，前程凶险。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你自己可要想清楚了。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你我师徒缘分已尽，自此往后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弟子愧对恩师。大师兄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出关了？还有些事情要办，这次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你们要好生侍奉师父。请师兄放心。师兄，有事？啊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之前天宫战神带着座下小仙娥前来拜见师父。天宫战神，他与师父并无什么私交。怎会无故前来拜访？不知道，不过师父早就知道他会来此，还特意留话给他。战神还说，定会物尽其用，不令众宝蒙尘。是你啊！原来是你。不知何事得罪了仙君，不打招呼就动起手来了。废话少说，我要用你的神魂击败天地！国师，执兵。国师，你跟他无冤无仇，他怎么会杀你啊？那个人见到我也是一脸的惊讶，看来绝非为那一夜的事情所来，一定另有其他的目的。去查查他的底，找个人，悄悄地跟上去。是。
你还没死。义父，你真的没死啊？你的伤已经治好了，我是没有死，但我早是该死之人。我全族被奸人所害，凭着神魂俱灭。方为我在幽都山冲出一条血路，如今的我，活着和死了还有区别吗？义父，你入魔了？是，我是入了魔。天族将我驱逐，山灵族的人欲杀我而后快，6界当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阿元，你是天族中人，你也要与义父为敌吗？阿元怎会如此？若非有义父，何来阿元今日？阿元此次离开南岳，就是为了帮义父报仇，即使粉身碎骨，神魂飞灭，也在所不辞。好，阿元，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阿元，我要修复魔道，找到水月鼎。我要以精修的骨肉祭奠我死去的亡魂。你可愿帮我？誓死追随义父。此次水月鼎被盗，我必定为你寻回。小青鸾，挑衅是吧？看我不拔了你的毛！好啊，跑哪儿去了？你别躲了，我看见你了，出来！哼，小青鸾呀，小青鸾，这次你可是犯在我手上了，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又是你这浮云殿的小仙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敢到这儿来撒野？什么地方？再往前不远就是万灵院了。今日算你运气，若真闯入了万灵院，就光那个霸骨兽就能将你咬个粉碎。到时候本君该如何把你拼凑好呢？站住！本君何时许你走了？玉帝元君，今日是你的鸟戏耍我在先，我已经不追究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追究？灵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？这青鸾是我的爱宠，莫说我没有看见他如何戏耍你，就算真有其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倒是你追打他，我是亲眼所见。
今日念你是浮云殿的下人，只要你好好给我的鸟行个礼，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啊就算了。你要我给一只鸟行礼？怎么？做梦吧你！想走？青鸾，我们走。你手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谁给你伤成这样的？别提了，都是因为那只臭青鸾鸟。什么？一只臭鸟也敢欺负到我们浮云殿的头上了？就是。花爷，取我的混金刀，看我不把它给炖了。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先别急，青鸾鸟是玉离仙子那只神鸟吗？就是它，就是它。谁？玉离？灵溪啊，要不咱忍一回呗？13，我白认识你了。不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灵溪，你想想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小仙是吧？咱心胸得开阔一点。你干嘛跟那些飞禽走兽一般见识呢？我开阔不了，我也就一飞禽，你忘了？你怎么会怕玉离呢？你可是连功德殿都敢闯的人。我不怕他，我怕的是他爹。药王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傻呀！咱们在天宫生活，那怎么可能离得开药王？你想想，你如果修炼仙术，你得吃助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心有所成，你得吃巩固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练得走火入魔了，你还得吃静心凝气的丹药，对吧？你说你一个桃林小仙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我就是什么丹药都没吃过，怎么了？我打小就吃麻酱烧饼、白糖拌豆腐脑、辣椒油毛肚，我也长这么大了。这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你想开点嘛。是啊，灵溪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为什么人人都能欺负我？哎呀，灵溪，你别这么想。灵溪，国师，那日刺杀你的人是仲浩的养子。仲浩的养子？那他是在替仲浩报仇。可他是南极仙翁的徒弟。我们已经掌握了仲浩的行踪，要不要这就将他擒来？仙界之人和入魔之人认亲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亲自去。请兄，早晚我要你的狗命！一把断了柄的魔刀，居然还有如此威力。
母亲，哥哥，求你们一定要保佑我。来者何人？劳烦通禀，南极仙翁弟子清源求见九尘上神。还想跑？仙君，这不是在南极仙州见到的那只丹鸟吗？仙君，啊。看你以后还敢再来找事！林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我们家青鸾！打扰神尊了，清源此次前来是奉仙翁之命。最近是否有受过伤？是，并无大碍。如何医治的？此等小事就不劳神尊问询了，只需把水月鼎交予小仙，让小仙回洞府复命，便感激不尽了。水月鼎，神尊你，本尊没有见过此物。给我进来！玉立元君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！跪下！你到底要干嘛呀？神尊，他……神尊，我无意冒犯你，只是今日这小仙先挑起事端，拿着蟠桃仙果诱捕我家小青鸾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事儿就算闹到天君面前，我也是占理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，你问他。放肆！神尊，小仙知错，小仙知错。每天只知道胡闹，退下，罚你闭门思过。是，神尊。神尊，就算灵犀他……好了，你走了。看来神尊还有家务事要忙，请将水月鼎赐还，小仙就告辞了。本尊这里没有什么水月鼎。你，莫非神尊想强占我南极仙州至宝？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在浮云殿大呼小叫的！神尊身份何等尊贵，怎会贪图你小小洞府之物？下界小仙不懂规矩，再敢聒噪，就叫天兵呼你出去！你好，看来天庭
仗势欺人的地方，我走便是。神尊，你收经了。今日多谢元君。神尊哪里的话，能为神尊分劳一二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而且今日你还为我呵斥惩处了殿中人，玉离很是高兴。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。话虽如此，但玉离明白，这是你对我的爱重。神尊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曾很羡慕灵犀。早在数万年前遇见你，我便知道你心怀天下，仁义无双。那些闲言碎语我从来都不信，只是我人微言轻，当时不能在天君面前为你分辨。我只怪我自己，不能是你殿中的一名普通侍从，还能常伴在你身边。本尊罚了。玉立元君，你退下吧。你累了，那神尊，你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神尊，我给你的九龙神火罩还好用吗？那，你记得时常用着啊。那我走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傻了？他不就是一个南极仙州的下界小神吗？你怎么怕成这样啊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没出息。再说了，咱们福云殿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啊？你被那个玉离欺负成这样，你都不知道还手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天庭生活离不开药王，练功得吃药，拉肚子得吃药。不是你这好好在这闭门思过，以后离我家青鸾神鸟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算你识相。哼！神尊，神尊，刚刚那位上仙是来讨要天恒神砂的吗？我总觉得他有点可怕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也知道怕，那就别主动惹是生非，都闹到殿前来了，让外人跟着看笑话。对不起，神尊。出去吧。那这天恒神砂，且带着吧。哎，等等，把13叫过来，你闭门思过。但我是神尊。神尊找你。神尊，你找我？有件事要你去办。是。什么事？
神尊，我回来了。他去往何处？不知道啊，追到幽都山附近就没有人了。你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很小心的。当年本尊座下精兵战将无数。没事儿，神尊，你现在不是还有我呢吗？你在店里守着，我下凡一趟。下凡？好呀，我好久都没有去凡间了，也不知道那八大街还在不在。你没听见本尊说的话吗？看守浮云殿。神尊，13，你们在忙吗？何事？我给你们倒了茶。不是让你闭门思过吗？神尊，我怕你口渴，等你喝了茶，我再去思过。你有这心思，不如好好琢磨一下，怎么样少犯错。你惹神尊生气了？怎么可能？这谁不知道我13，那向来都是咱们浮云殿里最懂神尊心意的人。是啊，谁都不知道。谁都不知道。云童，云童，你怎么了啊？神幽宝剑，你在修炼神幽宝剑？这套功法是残缺的，元真为什么会失去心房，被魔所获？别人不知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，又如何？又如何？你说会如何？难道你想入魔吗？你想死吗？母亲惨死，我功力大减，又丢了神职。现在眼见袁家就要败在我手里，这样的袁童与死何异？袁家的子孙不能这样活着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你就不后悔吗？后悔？我当然后悔。既然当初我决定把事情瞒下来，我又为何要犹豫不决？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应该更果断一些。七号医官，凡间大越国干旱，瘟疫肆虐，十分严重。以我之力，恐怕难以扭转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药王。青瑶医官，药王在吗？药王早已知道凡间瘟疫泛滥，已前往下界施药了。啊，那便好。
青瑶医官，万灵院仙兽忽得急症，可否请您过去看看？走吧。青瑶医官，这边。我们这是去万灵院。是啊，大古兽不知误服了什么，现在狂躁不安，就关在万灵院的西南角。我们从这边走最近了，医官莫要耽搁了，快些走吧。霸古兽狂躁不安。是。那霸古有冲天裂地的本事，他若真的发了疯，半个天宫都翻了，还轮得到你来告诉我？你一个小宫娥，满口胡说八道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青瑶医官，正是良辰美景时，可愿听本座吹箫一曲啊？哎，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，或是弹琴抚筝，本座都略通一二，不知仙子喜欢哪一种呢？青瑶医官，青瑶，你来真的？本座到底何时得罪你了？你一仙法高超的上神，成日除了招猫逗狗，还有别的正事做吗？你知不知道凡间大旱，尸横遍野，瘟疫四散，有多少孩童流离失所？天尊数万年来只在洞府闭门不出，真该叫他出来，好好看看他的好徒儿。哎，你可以说我，但你不能带上我师父。凡间自有雨神不雨，瘟神不疫，各司其职，本座如何干预啊？说的真是冠冕堂皇。好，那我们便讲讲与你有关的。5万年前，在大越国你酒醉后发的那场洪水，你总还记得吧？我记得。怎么了？幸亏本座机敏，事发之后及时跑到鬼界，把那些倒霉鬼一个一个全都拉了回来。而且为了弥补他们，本座还改了他们的命簿，男的个个金榜题名，女的个个阖家幸福。真的都救回来了吗？是啊，好像就死了一个吧。就死了一个吧。是啊，发生了这么大的祸事，只死一个已经算是万幸了吧。再说了，本座又不是没有去救他，本座去了2阶入口，等了他许久，最后没有等到他，也不能怪我呀。再说，本座也是日理万机，不可能真的千秋万载的在那里等他吧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他就是时运不济，劫数难逃，就算不死在那儿，也会死在别的地方的，你懂吧？好一个时运不济，好一个劫数难逃。云峰上神，你也配为神，配受人间一束香火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口中随随便便就能死的一个人，他也有父母亲人，有妻子儿女，有年迈者会因他的逝去老无所依，有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会因为无父兄护持而流落街头，有女子一生孤苦无依，破晓残钟到天明。云峰上神，你生而为神，你仙骨卓绝，你不需去体会人间六苦，也不屑于去体会。但你可知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？你眼中微小如蝼蚁的那些人，他们也有权利去看一看你已经瞧厌了的这片山河岁月，享受一下你从来都不屑的那些平淡人生。一杯粗茶，一碗淡酒，就足以慰平生了。上神，
怎么会知道当年那么多事情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庆瑶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。战神，仲浩，你为何在此？反神灵族与你天宫无关。上次的刺杀，是因为我中了锦绣贼子的圈套。我是战神，屠魔是我的责任。你手握魔刀，还不敢与我一战吗？看来他这次选了个不怎么样的人。战神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你已入魔，6界便皆是你的敌人，这点觉悟都没有，怎么做魔的门徒？太天真了。你比烈仪差远了，他都没能成事，你能做什么？不准你提我父亲的名讳！说，魔君要你做什么？要我杀了你？看在烈仪的份上，本尊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要是再不醒悟，休怪本尊不客气。我不需要你的机会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还不是他的对手。快回来！又想离家出走啊？你说话不算话！我何时说话不算话？你说了，如果我跟你回来，就没有人再拔我头发了。我说过。倒是没别人拔了，都是你拔的。我是个狐狸，不算人吧？你。再说了，这儿就我一个人，外头人可多了。你与其在外面担惊受怕，倒不如在这专供我一个人。你欺负人！呀！
战神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啊？乐伯不在。我师傅不在，有事便跟我讲吧。乐伯回来，让他在这等我。不，他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喂，我走了。要走便走。神尊，去唤云峰来。是。上神，上神，这些是不能看的。给不给我看？不给。好啊，你长能耐了啊！不，上神，真的不能看。这命簿关系到6界苍生的命数，您不是司命宫的人，是不能看的。你当我傻呀？13就时常跑到你这里来看凡人命簿，为什么他能看，本座不能看？13看的都是些废了的凡人命簿，我是哄着他玩的，而您要看的却是天宫仙界的渡劫命簿。这要是给您看了，小仙将来渡劫是要遭天谴的。你飞升天界之后，修为上是毫无进境。以本座来看，你此生已无渡劫晋升的可能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哎，这不，真的不能看啊，上神。哎，干嘛？你跑啊，再跑啊！这给我吧你！这不给！放开！这，给我！上身！你放开我！你老穿我衣服干嘛呀？你真快点！快！老实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呢？这你。他欺负你啊！云峰上神，别怪我没警告你。就算我法力没你高，职位比你低，人也没你聪明，但你若欺负司命，我定不会答应的。本座只是想看看他的内……看什么都不行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倒是你来这儿干嘛呀？哦，对了，神尊要见你。知道了，不早说。给我等着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看看。我真没事。哎呀，他伤眼了。我不碍事。我并无大恙。哎呀，你就给我看看。什么？仲浩没死啊？列仪生前便擅长阵法，更是对魔族古阵颇有研究，也是因此入魔的。看来仲浩的同族死前的献祭，确实是为他打开了入魔之路啊。我并未对他下杀手，本想问出魔君意图，没想到反给魔君一个护他的机会。师兄，魔君既已醒来，不是仲浩的话，也会是别人的，不过是爪牙罢了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，终究很是被动。看来我得带灵犀去一趟幽都山了。师兄，你还是怀疑他？总得试试。希望不是他。怎么？灵犀这个小丫头活泼可爱，她师姐更是善解人意。总之不是最好。我走后，你要严加看管天族各部，尤其是袁家，明白吗？明白。
仲浩为魔办事，他不会一个人单打独斗。他们在山林族中已多年，比在天族行事来得便利。幽都山虽幅员辽阔，但更要严加探查。通知山林族国主，小心族内有人生乱，一旦发现有人私通魔族，立即禀报。是。事关魔君，要谨慎对待，收起你的杂念，好好做事。我没什么杂念。知道了，师兄，放心。神尊。灵犀呢？他不在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呀，我也真是没救了，怎么在哪儿都能看到神尊啊？嘿，不过神尊这么看，还挺好看的。神尊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太热了，我就来这里凉快凉快。我跟你说啊，整个天宫就属这里最凉快了。神尊，你是来找小仙的吗？本尊明日要去凡间一趟，你愿不愿意随本尊来？愿意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可能会有点危险。哎呀，有神尊在，能有什么危险的？我都已经好久没有去过凡间了。我记得，我跟你说啊，凡间有好多好吃的，有胭脂鹅脯、酒酿丸子、桂花糖糕、糖醋鱼，好多好多，你肯定都没有吃过。我带你去尝尝。神尊，有鱼！这么冷的水里也有鱼啊！造化造物，万物不同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哦，这么冷的水里养出来的鱼，一定很好吃。这是上清境灵台尊者养的鱼，你吃一条，定被打死。神尊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这前面就是大越国了，很热闹的。我们是要去大越国吗？啊？神尊！这里，啊，好吃，好吃，来。好吃吗？我是不是没骗你啊？你
你以后就不要在人间作乱了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你是要吃我吗？我不好吃，我不好吃的。